学们好消息！从今天开始，爱的休学旅行将迎来1周4连更。周一休学日记 PD Vlog，周二正片，周三会员加更版，周四正片惊喜加码，每天都是甜蜜暴击哦。 You're everywhere I look. Wish I could see you in my review. I'm so over not being over you. 请大家集合一下啦！大家集合吧！大家准备集合啦！大家准备集合啦！ 大家准备集合了 ，Let's go， go， 马上 ，go go go， 啊！这是什么龙？哎，老公，他这是独眼龙，一瞳龙，一瞳龙，好好好好，一瞳龙。为什么要戴一个这样的帽子？因为显眼包。你。 哦，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这是你今天穿的吗？啊，这是我的睡衣。一模一样的，倩倩，果然是同样星座的人都喜欢同样星座的。你们共用一个脑子，没关系，姐姐。我穿着这套睡衣拍了一个跳舞视频。我说这衣服怎么那么熟悉呢？怎么那么…… 原来你这个粉色是有配过的哦，没有配，随便搭的。你真的是很显眼包哎！今天真的非常芭比，真的，我时尚感蛮强的，真的。Peace。 Zoo。兄弟姐妹们，哎，敬礼！李碧，今天我们休学团旅程之旅名字叫18岁的天空。 想带着大家玩一些年轻人的运动 ，yes。再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旅行项目，还有拍照的打卡方式。来，然后今天的口号是：不管今年多少岁。 今天18岁，不管今年多少岁，今天18岁，耶！当我做完第1次导游之后，我觉得确实没做好。要在这儿读吗？我要现在读这个吗？是不是阴影比较好看一点？然后看着别人很完美流畅，我也当时内心想着，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会做得更好。 付出一定的心意去做一些事情，心态上从一个小孩变成小孩哥。吃饭了。好热。哎呀呀呀！ 哇哦，怎么样？哦，掉了。掉了。哦，土匪鱼还原的挺好。需要怎么样？放出去吗？走。好。Hello， 大家吃饭了。哇！这是潇潇早上7点起来的，为大家做的，都是根据你们的祖籍啊、住的地方啊做的。哇！
这有咱编的名儿。这边是呆若木鸡蒲国鸡。谁是呆若木鸡？哇，蒲国鸡，哎，我真不敢想象你能做蒲国鸡，哎，好厉害呀！这个酱很难做的哦。看着就诱人，这真的咖喱来了。也不是给你一个人的。啊，不是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馋呢。哇，好诱人。然后这里惊鸿湘西土匪鱼。湘西，哇，老公，先生。对不起，我们就很自然的放在我们面前了。谢谢。本来是一条的，然后运输就会。没事，我们一点都不介意。这个是喜剧人生杀猪菜，杀猪菜是谁家的？你是给你师哥的，是不是？对。哎呦，谢谢。东北菜吗？谢谢，东北菜，太牛了。这个苦肉计脆皮烧肉，对，这个是谢谢。香港的对吧？对，香港的。这个我试了，那个不是那个糊的黑，是那个猪油，然后和盐泡在一块儿就发黑了。试一下，看起来很不错。这个也很难做的。很不错，弟弟。然后我心沸腾红烧肉。对，江浙菜。啊，我们两个。谢谢潇潇，谢谢莎莎，你太牛了，谢谢弟弟。对。弟，你做了多长时间？4个小时。7点做到11点。哦，10点半，3个半小时。这头一回来到后厨哎。因为哥哥姐姐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特意为哥哥姐姐们准备了他们的家乡菜。我今天当导游，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去照顾各位。他真的有天赋哎！天赋，这不容易做。对啊，这个都高难度的，这很横哎，这些菜。哎呦我，这东北菜做的太好了。我第一次吃东北酸菜，我觉得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对吧？真好吃，血肠好吃。那我真的人生第一次在不是葡萄牙餐厅里吃到葡国鸡。知道。哎，拿多点那个酱特别好。 OK， 好的。那个酱弟弟，你真的还原了。哎呀，本来我不想吃饭了，但是因为这个咖喱，我一定要吃点饭。可以了。我都直接打算喝你这个酱了，弟弟。哇，你这个鱼很好吃啊！是啊，我承认。你们要吃辣的，吃一下那个鱼。哇，这个味道调的太赞了！弟弟，你怎么办？你怎么那么棒？对。弟弟可以做一档美食节目。对，我觉得你适合做美食。穿个白 T， 干净净，然后在那安安静静做饭，然后啪一动出来，哇哦，震惊四座的那种感觉。滤镜出现。滤镜，让我看看你。你对我有滤镜吗？有。你说，你给我好好说。为什么有滤镜的时候你就要说了？来，你对我有什么滤镜？没有。你刚刚说有，你给我好好说，快点。看你啥都好，哇！过去，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答案。好，大家忽略不计。哎，已经很好了，姐，你要珍惜这个回答。平时哥是滤什么镜？这个世界万物本来就是看到，每个人看到的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本来就是。我的爱情滤镜。
哦，爱情滤镜。爱情。我发觉芊芊在我心目中应该是最美、最好看的女生。对，你先听完，你先听完。要掏剑了。你先听完。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就经常要帮她去拍照，然后她会经常会骂我，就说：“哎，这个不好看。”但是其实在我心目中，我发觉，哎，其实我觉得是拍的好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怎么样拍也好看。C 上昨天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千羽是我的什么？医美啊！我最好的医美就是芊芊，芊芊在我心目中应该是最美，你怎么样拍也好看。不好意思啊，说完了。但是我好好笑，他自己边说边脸红，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在婚后能把婆婆当成亲的妈妈吗？就是第一，你当不当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去当？因为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对，因为亲生爸妈就是亲生爸妈，婆婆就是婆婆。而且反而有时候思想会容易对最亲的人撒，对，但是反而因为你知道她是婆婆，有时候你会相对注意自己的一个表达。但我觉得这个不叫距离感，而是一种双方的保护。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婆婆非常操心，我很关心，我就怕我累，就怕我吃不好，就每天我吃菜一定要说丹丹喜欢吃什么，一定要给她做那个，就这种爱你会让你很感动。对，就甚至有一点比我妈还操心的感觉。我不是我在练舞嘛，但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人。但你知道我婆婆在舞蹈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就一直很不好意思给我婆婆看我跳舞的一个成品。但因为第一个成品能跳下来1分钟嘛，就觉得自己还挺兴奋的。给家人看的时候，我婆婆也就拿到看了，我就会说真话，内心会有点很不自信，因为那真的叫有点手脚不协调。但是我婆婆就完全，哎呀，很好，你看那个舞感有的，哎呀，这个哦可以，你可以跳丹丹，非常好，你看你这个，就她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就是她是做就是专业舞蹈比赛的评委，而且是那种首席评委的那种，真的。所以我非常庆幸你不是我婆婆。真的，他就会给你很多的信心，让你去跳，但是他一定能够看得出来我还是不协调什么的，他完全表露出来是妈妈对女儿的，就妈妈眼里怎么样都是好的，孩子怎么样都是好的。那真的是蛮友善的。我投诉婆婆，你欺负我。没关系，婆婆会看到这段视频的，然后会点赞的，然后到时候会转发给她说你怎么可以欺负丹丹。但那个时候也是我没有跟我婆婆说，但那个当下心里是很暖的。对的，就是有一些小的瞬间。没有，他对我女儿挺严的。哦，他对我女儿的芭蕾都很严，真的。但是他对我很放松。你怎么可以硬成这样？4岁啊！他对我很放松。不一样，姐，你跳舞是兴趣爱好，是业余这种，但是你女儿跳，她有可能会变成专业，所以奶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特别和蔼可亲，有时候就是突然间就忍不住就。然后我婆婆很可爱，她看过我们的一些视频，她会点赞，但她并不知道我是能看到她在那些点赞的。我最近不是说了一个公婆婆关系啊什么的，我婆婆都是所有我在聊这个全部点赞。我婆婆对我的爱不是天经地义的，但我婆婆放弃了她自己的一个自由，然后在家里跟我生活，还照顾我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我非常非常感激。还蛮可爱的，一跃。完了，你婆婆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彻底毁掉了。所以将心比心，有一个妈妈那么对你的话，其实你很难会对她坏。对，所以我觉得婆婆还真的很感谢我婆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问题的争议点在哪里？它的关键点是在于你会不会把它当亲妈？就这2个字，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表达。因为你一讲这个词，它就有一个对立，是的，亲和不亲的。
我觉得不要有分别心，别人才会感受到你的真诚，别人也会有一个正向的回复在我们身上。对，因为我那天发表那个我回答了那个婆媳关系之后，很多人在问说有些人会觉得是因为我婆婆很好，所以我才会对她好；有些人觉得说是因为我这个媳妇儿婆婆才好。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来不是单向的，一定是双向的。是的，可能某一方那个好的之后，有个人立马反馈，然后才会往上叠加，然后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婆媳关系就会出现。至于哪个好多，其实不在乎的。其实2个人结婚之后，你会收获另一个妈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妈是很疼她，我妈很把她就是当自己的亲女儿。因为我跟她求婚的时候，我就跟所有家里人说，都给我录个视频嘛。那我妈的那个视频我记得很清楚，她就那个拿着一幅我爸的照片，一起拍个视频，就说哎呀欢迎你那个来我们家，然后我从今天开始又多了一个女儿。基本上打给我都是经典三连问，排兵就是在哪里，做緊咩，在干啥？小敏呢？小敏呢？你有跟婆婆一起住吗？没有，没有，平时不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如果是回到香港的话，我们是住很近，楼上楼下这样子。然后呢，谁在就是谁上去，然后大家就会去跟他聊聊天什么。那天很搞笑的一个事情是，我没在，那他自己回了香港，他就上去找妈咪，然后他刚刚走进去，然后妈咪在那里打牌说：“点嘛，小金薯条。”1月，他说他原来冲浪的这个速度还挺5G 的，就我上去，然后他真的點啊小金薯條。我们是第一期播出，我公公婆婆在客厅，快，怎么下载？什么芒果 TV 哦，买会员必须买，然后一帮人我教你，哎呀，我都买完了，80多块钱，咋又打折呢？在那聊，还买会员。那林恰呢？我们家我觉得没有分过吧，我就还没进家门就已经像是女儿这样了，而且我妈就属于，就我婆婆就属于，就是永远是你别累着了，哎交给我吧，你赶紧休息，就是我啥都不干。对，我们家干活强，以至于到现在就也不需要我进厨房那种。那你一叫妈岂不是2个一起哎？不，我有的时候会分，就是有时候老妈就是这样叫，对，因为我婆婆确实会比我妈大嘛。对。哦，老妈是婆婆啊，我以为你叫自己妈叫老妈。没有，我叫我婆婆叫老妈。但我们家是叫妈咪。他就跟了我叫。对，我就跟他一样叫。所以广东话里面，对方妈妈就不是叫妈妈，我们就叫奶奶。妈妈的儿子的老婆，儿媳妇。对，普通话是儿媳妇嘛。对。但是广东话呢没有这个字啊，广东话怎么说？有新抱。我妈就很好笑，为什么呢？就是她在大陆之后，她就讲不出这个新抱怎么讲，所以呢她就要学，然后呢别人就会告诉她，哦，这个叫就是儿媳妇。她一开始呢她就忘了这个儿这个字，她要跟别人说啊，对，这个是我媳妇。我就说不，她是我媳妇。那佳妮，你觉得就是和婆婆同居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家没啥注意事项，就有公公婆婆要一起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穿衣服，可能就没像他们就没住在一起那么随意。我只是觉得有这方面，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在我跟我妈面前，有的时候会光膀子。然后自从我结婚之后，我爸就不光膀子了。对，我们家是我觉得婆媳住在一起的话，就是边界感的问题。我们家公公特别的好，是他平时比如说我们在客厅啊什么的，我公公有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不需要我，他就自己进房间。
然后我说哎呀爷爷快点，孙子在叫你，然后爷爷就立马会出来玩，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去忙我们的事情。你说老在公除了说老人家也会累，对，因为确实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彼此尊重双方，给自己一个舒服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种边界感我还觉得蛮好的。那知识分子的自觉，就是给彼此空间比较大，比较尊重。我们家的注意事项就是需要准备好零食。婆婆谁喜欢吃零食？婆婆喜欢吃零食。对，你婆婆的形象和爱吃零食真的挂不上边。真的，我有点。但她其实很可爱的。她就是那种凌晨2、3点就跑出来，就是在厨房里很多的。糟糕，糟糕。就是标配，就必需品。你只要打开这个有零食，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了。莎莎，你会担心婆媳问题吗？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聊过你将面对的婆媳问题。当然，因为我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就是像婆媳问题对我来说是很生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去看望婆婆啊，到她的家里啊，有些事情不要去做。我是书里看的啊。哪些事情不要去做？不能轻易进厨房，侵占别人的领地。但是也有一些书说，你可以到厨房里面去问一下未来婆婆，我需不需要帮忙？啊，对，你也要问问。对。以后你问我们吧，不要看书了。我特别好奇，你书上还看到什么？我们先提前帮你，对，过滤一下。书上说，就是不要在那个男生家长面前去特别亲昵的亲啊，这种要回避一下。亲密行为是有点尴尬。对，第一次确实，这个可以。那也是，要是有一天我女儿跟他，什么直接。哎，真的会，但我真的觉得，如果男孩子去女孩子家，最好不要。所以芊芊以后你会需要跟你的公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吗？其实因为我是独女嘛，所以我家里只有小家庭，我们家就只有几口人，然后他们是大家族，他们家真的好多人，而且好多人。对，但说你们是一大家族生活在一起的吗？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没有，都各自分开的。但是过节都会聚到一起，比如说中秋啊、过年啊，然后都要有家庭聚会这样子。我觉得他除了就跟我爷爷、2叔、3叔、4叔，就全家人在。还没讲完，还有很多他们就是相处得很好之外，对于我爸爸也会很关心，就会自己用心，就当成自己爸爸一样。因为我妈妈之前我也分享过，她差不多10年前离开了。那儿子跟爸爸的一个关系，有时候去照顾我爸爸也没有那么去忽略掉，男生跟男生不一样的那种。对，所以就比如说我爸爸是经常痛风的，其实痛风你应该有很多东西不应该吃，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应该要跟你爸劝他不要再吃那种就高那个胆固醇的。对，胆固醇高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他也不听的。然后他会在我背后偷偷的去买不同的药，跟不同的一些适合就有痛风的人去吃的食物，然后有时候也会帮他去煲不同的什么，我也不知道那种茶水对吧？可以消尿酸的一些。对，然后也会直接发信息给我爸去说，哎，你要留意这个，我帮你买好了什么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去喝。他是口硬心软，然后也不是那种用语言很会说，哎，我很照顾你，我很爱你的那种，但是你是行动型的，不会说你直接去做。我觉得我其实一直以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也是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吧，我要帮司机商插播一个，我们大家举个杯，恭喜一下。哎，他的爷爷拿了香港最高荣誉那个大纸巾。
最高级别的恭喜，谢谢，恭喜你们，恭喜恭喜谢谢，恭喜大家，谢谢，非常厉害的，就要对香港做好多贡献。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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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容焉，感觉我们都有听到一样。我们现在收拾一下，出发前往蜈支洲岛吧。好。本节目由双晶维生素 D、双晶钙锌赞助播出，双晶骨营养专家为爱出发。哦，这边水是比较清哎。说那个蜈支洲岛周围的水更清。今天说浪比前天那种要小很多。因为你在吗，浪姐？空浪，你太能 Q 了，真的。真的第一站是坐船吗？你们要梅吗？酸梅，哥要酸梅吗？什么？酸梅，就一会儿有可能晕船。先不吃，我恶心。我这有的是，反正我知道，随时跟我说。好的，谢谢。如果大家有晕船的感觉的话，就是跟着那个海浪一起一伏，就跟骑马一样的，随着它不动，随波逐流，会舒服很多。没咋舒服啊，姐。有人晕船吗？这里有药和梅。没事，就这样面对吧。尾波冲浪。真的醉了，这人。哎呀，真的不行。给你来点。这是啥呀？檀香精油。哎呀，把龙先卸下。哎呀！哎呀，尊度不行。尊度不行，晕船药没感觉？也没什么用，没什么感觉。各位，我们一会儿去的岛屿名称叫蜈支洲岛。蜈支洲岛位于海南海棠湾景区内，是躲在海棠湾美景深后、静静绽放光彩的度假天堂。到了蜈支洲岛了，那我们换一下着装，我们玩水。Hello， 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来了。快，先生快。走。哥，你不下水吗？我无所谓啊，可以下啊。你这个穿着就是，好吧。哇，这丹姐做，来，宝贝儿，让他都舔你。我们可以出发嘞，我们人已经齐了。弟弟呢？弟弟先去干别的事儿去了。那他等会儿跟我们一起玩吗？等一下还来的，他先去做别的事情了，待会儿再来汇合。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我准备了年轻人喜欢的沙滩拍照方式。我网上找到一个
挖成一个心形的样子，然后从底下往上照，就是一个新的影子，给它挖出来。差不多了，快。差不多了，嘎嘎的。哎，我去那边埋伏他们，等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起。哎呦，好冷啊！走了，下车，来吧。好夜，真的是夜，先生。哎呦我啊，好爽，给甩飞了。媳妇儿，这太好玩了，这。谁要在那里啊？那是潇潇吗？潇潇吗？啊，在水里那个是潇潇吗？你在干嘛，潇潇？我就说刚才里面有个人。潇潇，注意安全啊！莎莎，你看你们家潇潇，真的假的？你要干嘛呀？你怎么那么搞笑哦？你挺厉害的呀。嘿嘿，嘿嘿，当导游了。来了来了，这儿到了三亚的水边，然后我们一会儿有几个项目，拍照。我刚才挖的一颗爱心在那里。哇，酷！拍完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拖挂香蕉船，还有独角兽、小飞鱼。我们现在分为普通级、胆大级、养老级。你说你想干什么级？我想干养老级。大家拍个照呗。好，在那个心形的这儿。来呗，一对一对拍。好，那就站在这里，来。啥意思？这就是个心啊，在这拍张照。来 ，OK 了吗？3、2、1。好了，看了，来，手里在这儿。3、2、1。不能玩的是谁？你们俩不能玩，对不对？哎呀，我们俩在这儿干嘛呀？晒太阳啊！你去玩去吧。别磕了碰了，绳什么注意啊，注意安全。嗯。啊！哦。我只想享受阳光吧。丹姐，你答应了我一起兴奋的。我不想，我害怕，我只能玩温柔的。你带你跟天天一起玩去。我不要。去吧。我不要，我害怕昨天鬼屋的情景重现。去吧。没关系的，不会太刺激。哪个啦？你到底哪个？玩哪个？这个。我们能玩这个吗？可以啊，但是这个比较刺激哦，刺激哦。可以。我不要。可以的，我不要刺激。姐姐可以的。周先生，你死定了！你竟然在我的冒险之旅上给我推波助澜。唉，总得有一个人陪芊芊。来吧，走吧。我不会被蹦出去吗？都是玩海上项目，也是有几率的。啊，但是如果蹦下去，有人会来救我们吗？我。妈妈那个样。
周一围，我要是淹死以后没有老婆了，你自己去想。妈妈，哎，坐好。哦，注意安全啊 ！Go go go！ 我需要爱的亲亲。走，走。都还没干嘛，先喷了我一脸。放松一点。来了，小哥。他有没有一种故意让我们被打了那么多水的感觉？有点好笑，这个画面。爽吗？快拍个。狂吃水，太咸了。啊！怎么样？什么叫啪啪被水打脸？打成什么了我？很好看啊！哇，那个水打得太厉害了，是吗？啪啪啪啪啪啪啪。OK， 那我就去养老局。姐，你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你的好奇心，但是很爽。梦瑶去不去？去啥？我陪你去一次。你现在也拉着别人，我就知道你这样的人。我不上钩的，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女人不要那么冷静嘛，往前走一步，你看就遇到了 Mario 啊，不是他走过来的，但就是说我走过来了，走，我们去玩一次，走，我们去玩一次嘛。我不要，我不上钩的，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这里有。帅哥慢一点哦，养老养老。哇，慢一点！救命啊！我感觉这个也不是很适合老年人。你老公来了，我老公在哪里？在后方，他正在向你飞驰而来。嗨，嗨，哟！你老公来了，嗨，勇士！嗨，哟，哟！帅哦！好帅！
就在那里摇光上面，我在这里风中凌乱。香蕉船，香蕉船，香蕉船可以。逍遥坐前面，坐前面，逍。前面是不是吓人呢？前面吓人，对呀，所以让你坐前面啊。手下留情，这位大哥，我们船上有一个老艺术家在船上呢啊，注意安全，把他保护好。老艺术家，这是中等难度对吧？对，抓好了啊！手拽住！哎，他俩坐前面，这个小帽还挺大。这不算什么，嗨，这个比刚才咱们做那个轻巧多了。哎呀！有人掉下去了吗？是我老公吗？按照左后方的话，是我老公被甩下去，应该不可能啊。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没事没事，继续。继续，差一点下马了。继续，继续。哎呦，我跟你一样，要稳定一点。走，走喽！哦，哎呦呦呦呦！老爽了！喂，这脚面啊，彻底放飞了！哇哦！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晚出了我们少年的一个感觉吧，大家大喊大笑。也感觉很久没有这种经历了，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我并不是喜欢冒险和那么喜欢这类运动的人，所以确实在那玩的时候，觉得有种回到自己很年轻、很勇的时候，这很久违了。我觉得既然来玩了，一定要玩一下，至少主打一个重在参与。不管今年多少岁，今天18岁。好玩的，好玩的。好了，不虚此行吧。这边是不是上来了？我们去送一下毛巾去。好。我都帮你拆出来了，谢谢你，太贴心了。拍脸了吗？没有拍脸，但是这是我可以玩的极限了。谢谢，好的，谢谢大肖子，还得骑半天，媳妇儿。好玩不？骑嗨了，但是嗨到一半发现我媳妇儿还在岸上。老公不行，我得歇会儿，我有点头晕。头晕？头晕。那个它有点颠，你要一直撑着。我躺下，啊不行，我躺下。老公，你要不就站在这里，这样给我挡挡太阳。老公，我是风筝，放风筝，你飞起来飞。哎，对，晒到太阳。OK。任务卡来喽！这是啥呀？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家庭成长第12课，叫《爱的坦白局》。你们将收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健康评估发展中心提供的婚前婚后必须要坦白的一系列问题。请你们通过对谈完成一场深度的自我表露。
你朝邊邊嚟先？面对面坐，这样子坐。哇！看一下卡。好的。这个叫婚前坦白局。第一题，没有我，你能不能活下去？可以啊。没有你，我也会活下去，但是会没那么快乐吧？我觉得。你呢？对。对是什么？我也觉得没有了你也能活下去，但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一刻那么美好，那么多颜色，那么开心。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到很后很老才会遇到另外一个人，让我考虑会去结婚。不可能没有你的话，我还是会步入婚姻，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都想不到了，因为有点觉得很难再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如果我生病了或我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你能不能依然很爱我？是否愿意付出家庭的经济支出，让我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愧疚感的好好生活？我想带你回答，就我觉得你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每一次生病或者是发烧不舒服、肚子痛、脚痛、腰痛、背痛，什么痛也好，你也会去拿药给我，然后去找一个好的医生带我去。对家里的一些开支吧，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你来去付，你付了之后其实也不会跟我说。然后你也经常说我就穿得很简单，吃得很简单，就应该不会太难去养，所以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安全、很开心的一个心情跟感觉。没有瞧一下。婚后在哪里生活？婚房如何解决？那婚房怎么解决啊？我来解决，虽然还没有解决，真是。但是说实话，因为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其实你让我现在婚房一定要在哪里，我也想不出来。就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流动性太大了，一回到这个城市，一回到那个城市，我不觉得现在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无论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这个都是男生去解决。就家庭教育里边也是教我，哎，这个是男生去解决房子的问题。就是其实对我来说，现在租房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未来的话，我估计有了小孩子之后，就是不知道我的工作需不需要停顿嘛。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再商量，谁负责什么。不只是钱的问题，我觉得，你谁去分配时间去管理家里的事、小朋友的事、找学校，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付出。我还宁愿你带娃我去工作呢。行。我比较喜欢工作，我觉得带小孩子这个事情好琐碎啊。万一一方不能生育，生育困难，我们的婚姻是否还能继续？哇，这个问题很沉重啊。我们之前说过了，不会因为对方不能生育而，我不是看重你的生育能力吗？不是吗？我还以为是。你看我家里的男生，所有人都是一样样子的，所以肯定是我们的基因。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你，我如果生不出来怎么办？
之前也说过了，就反正我选择的人是你，我不是因为你能生小朋友选择你。你觉得我会是一个很宠小朋友的一个人吗？一个爸爸吗？我可能会很宠我的女儿。我肯定不会，但是我也怕我太鸡娃，像我妈一样。鸡娃是太 Tiger Mom 对吧？呀，什么东西也要学啊，怎么样？就是要求很高。你的婚姻的底线是什么？对于出轨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出轨了，你对我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你先回答。我觉得小的时候的话，肯定是不祝福。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会说不祝福。但是现在我对你的情感，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美好累积起来，如果我们中间真的有一天出现非常大的裂缝，然后我们去分开了，我会祝福你，因为我觉得你所有对过我的好都是真的。我真的会希望你就是最后可以快乐。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你肯定想清楚了，要放弃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小家，我们的回忆，我们之间共同的美好。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觉得你是应该是想清楚了。我觉得我会让你走的，因为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我现在我们俩有一些小問題，然後你會辜負我的那種。我覺得如果有一天的話，不會是這種情況。雖然好唔會想有呢一日，但係其實大家經歷咗嘅回憶都係好美好嘅。大家係真係曾經係愛得好轟烈，呢個亦都係證明咗你係有幾錫我，有幾愛我啦。咁我呢一刻嘅心情就係我要用盡我嘅全力去維護我哋呢一個關係，同埋我哋將會成立嘅呢一頭家。因為我會認為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取代我們現在有的美好。對，我也是這麼想。好漂亮啊！是呀，看呀，有天使的翅膀哎。请坐，请坐。婚前坦白局，没有我，你能不能活下去？你先问我呀。我不太能想象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可能就，帮你再好好的活着，就每天都很挂念你吧。确实，确实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不过我相信量子纠缠，你死后。我觉得面前的你死了，但是看不见的你依然在我旁边。我每天都会想你。所以我们没有人会殉情，是不是？殉情？开玩笑的。如果我生病了，或者发生一些重大事故，你能不能依旧爱我？我肯定还是会像现在一样爱你的，因为我不能在你那个
最危险的时候啊，最落魄的时候啊，把你丢下。我也会负责家庭的经济支出，让我觉得我可以去做的这个事，对我来说。好，如果你发生病了或者重大事故，我肯定不会抛弃。那也太不是东西了吧！之后我肯定会一直照顾你，然后负责你的起居生活，直到你好起来。因为我们之前就在一起了，所以之后就是因为要不断的走下去。你给个赞。我给个赞啊！行。婚前财产是否需要公证？肯定需要公证的。需要公证。就是觉得公证了清清楚楚比较好，一切都比较明了。我做了之后我就省心了，就不用惦记了。你说太直白了。就是呀，我就是公证了，我就不用惦记了吗？这词儿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冲着你钱来的嘛。公证之后又不会到我兜里了，然后整个世界我就不会戳我脊梁骨，然后我自己我也不会因为你的退路而失去前进的道路。失去前进的一个冲劲儿吗？对。然后你来管钱，几千块吧，几千块可以自主。你就领零花钱是不是？对的。好。如果父母反对我们结婚怎么办？你是否会放弃？反对我们结婚？对。那就让他们同意啊。让他们同意啊？你怎么让他们同意啊？就。我也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也现在想象不到，而且目前来看，一切良好，我们两方的呀，我除非是因为你要放弃我，我是会放弃的。如果就是比如说家长反对，我只会去考量，但并不会完全听取他们的意见啊。因为结婚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是日子很长，所以我得按照我的心意生活吧。从我18岁之后开始，我基本上，没有基本上，就是一切决定就是我自己做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就各自和自己的爸妈就是相处好，琢磨好，不要把压力给到另一半啊，对吧？搞定自己爸妈。爱上了其他人，你会主动告诉你伴侣吗？变心了。你会吗？也会的吧，也没有这么难吧。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我不希望有一个人让我变心。但是，我要是变心了的话，我就告诉你。而且就我的现在的状态，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希望，因为现在这样的相处的特别融洽，挺圆满的，挺开心的。我喜欢现在这样。对，我喜欢现在这样，然后不想
然后你要是说分手，我就肯定完了。完了，你就完喽，就到了。哇，怎么了？婚后坦白局。哦 ，OK。第一个问题是你最欣赏我什么地方？我最欣赏你什么地方？最呀 ，highlight 这个最。对。我最欣赏你自己打拼出来的成就。真的吗？嗯，就是你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再看你现在的人生，我觉得都是靠你自己打拼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打拼到就是国际成就水的最，就是到达一个国际的成功标准，这是一个上海女孩很厉害的一个成就。谢谢你，我最欣赏你的地方是你永不放弃的精神。可能被浪拍下来100次都是会继续起来，这样觉得很棒。不是我。浪被拍在了沙滩上。总有异性找你聊天，你会怎么处理？就如果有个女生一天到晚给你发消息，你会怎么处理？不需要我处理，你会处理他。除非他来跟我谈生意。那不是，这是找你聊天。我没时间跟别人聊天。你要是过来跟我有一个好的资源带给我，然后是创造更大的营收 ，I can entertain you if it's work。Otherwise, I have no time to chat。我现在兄弟们都不够时间聊天，他们都骂我不回信息。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个异性要经常找我聊天，他可能会有很大的挫败感。这个人微信坏了。你有过后悔跟我结婚的时候吗？啊？有吗？后悔没有早点呢，更早点。10岁找你，18岁当天结婚。你3岁。我也没有。我不是一个会后悔的人。如果我提，你会反悔吗？等一下。怎么了？翻桌。你会挽留吗？如果你提。对，我说我一定要走了。你要说什么？你走，我杀了你。那就是不能提啊，就是不能提啊，这么简单。对，我们有过约定，不能提。就是结婚的过程中，吵架的时候制定了这个规矩，就是说不可以说离婚这2个字。婚姻比你想象中好的地方是什么？我结婚前没有2个概念，是我觉得结婚后我发现意外的好。第一个是稳定性，就等于我是个船，不是一个自己在那里飘了，有一个我可以出去打仗，然后回来有个很稳定的一个。第2个是你爸妈，因为我爸爸要早离开我嘛，但是又有一个新的爸爸，但是又年轻一点的爸爸，然后跟我聊的很多话题，我可能以前不会跟我爸爸去聊，然后跟你爸有各种的体验，会让我很开心哦。你最喜欢跟他一起干什么？讨论球，足球，讨论世界杯啊，分享我的工作啊，对，分享我的工作。一些小成就。对，我第一期回上海，然后我会希望能够见到你爸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爸分享太多工作。对，而且我爸他的性格就好像没有很像一个大人，他就是很喜欢就是跟我们一起玩，
他属于那种他没有一点大人的架子。对，一起跟小孩玩呐，一起看春晚呐，就这种会让一起旅行啊。对啊，或者是你妈妈呀的这种另类的关心。他听到他会开心吗？比如说什么，哎呀，最近有这个什么，看到这些什么新闻啊，你有没有被影响啊，什么什么的？哎，你工作上顺不顺利啊？最近开不开心？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自豪点那个。对，我觉得你任何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我妈就是很起劲的，会转发朋友圈的那种。对啊，你呢？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被一个人保护了。哦。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一个温暖的家。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比如说就是硬刚，然后经常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就如果就是被外界就是伤害了一下，我可能也不是太那个什么，我想说哦，那下一次自己做好一点，就尽量避免就好了。但你永远会在我就觉得还好，没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可以，然后就是会保护我。应该的，你是我的女人。啊，好大一只鸟！两只。哎，2只哎，一只前面飞，后面一只追，一只在这儿。2种鸟。是吗？2种鸟。啊。一样的。完全不一样，2种鸟。就像我们2个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那，你看一个对一个，哈哈哈哈。很好看，很好看。他们也在聊天。哦，这么说来，我还是第一次有点半访谈式的来采访你。来吧。你最欣赏我的地方是什么？性格。这么笼统的吗？哪种性格？稍微再具化一点嘛。不是，它就是包裹在一起的，你很难拆开。是相对突出的某一个呢？没有，它全是笼统在一起的。它是比如说你的开朗，你的活泼，你的洒脱，没有，这是最珍贵的，算是一个整体。它不能够单独摘开的。喜欢看你傻笑，不是的，你没有傻哭就没有傻笑，它没有什么开心啊什么，它全是拢在一起的。所以你喜欢我的全部。这么承认了，是不是有点太傻了？性格，我喜欢你的性格。用你的方式跟我表达一次我爱你。快啊，快啊！今天的裙子、鞋和衣服，还有现在的这个坐姿，没了个姑。没有，你生活中不是人。我生活中啥样？你记不记得我老说，我有时候我会老说你一定很爱我。不，你一定误会了。但是是那个眼神。其实你一直在生活中表达我爱你，不是用语言，你是经常有眼神，就是我都在你面前都能够看出来，说哇，你得多爱这个女人。一般是这个眼神是吧？不是这个。啊，不知道了。你最想感谢我的是什么？最想感谢你的是你出现了，你在适时的出现了。如果我提离婚，你会挽留吗？你不会提的。你在婚姻里有感到孤独过吗？没有，很久没有感到孤独过了。只要是有趣的人相伴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先生，你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啥呀？结婚让你改变了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有。有。没有。周先生，你不觉得？什么？你其实以前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更用力，会棱角会更分明，甚至有时候会尖锐，不小心会戳到身边人。但是现在你会更柔。我害怕。也不是害怕。不，我怕你会害怕。哈哈。我害怕那么重要吗？很重要。所以我害怕你害怕，是因为你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你很愿意尊重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则。我们拿一个具体的事情来说这个事儿，能掰扯得更清楚啊。昨天你去参加鬼屋，我有没有力劝你不要去？有。有没有？有没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跟你说不要参加？你是怎么说的？你是不停的说我害怕，我不去，我绝对不去，我害怕，我不要玩这个，然后又特别尊重节目组，因为我觉得他们用心良苦，我觉得他们不容易。OK， 我明白了，你要去，那你说我怎么办？那先生，如果昨天的那个密室，因为我不是害怕嘛，你就陪我站在原地。那如果没有我的话，你是会怎样？就直接就走上去了？对啊，正常走路要走过去啊。那我能预判到哪儿会吓唬我，就不害怕。如果他们超出了我的预判，我就吓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有改变一些你的脚步。也谈不上改变脚步，就是那就陪你去吧。那您怎么办呢？我觉得很好的是，就算有一些事你陪我了之后，其实你是能在身上看到我的变化。没有白经历的事儿，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因为我也能够看待这个事情。这挺好嘛。如果说你有大体会。其实我并不希望他那么的，因为我去改变态度。我不希望我成为他的软肋，我希望我老公更加自由的做他自己。我本身是个很勇敢的人，我本身是一个更加往前的人，我觉得我可以回到那个状态，然后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依赖他，但是我觉得那个依赖会不一样，会变成2棵挺拔的树在空中牵手，而不是我依附在他身边成长。爽，太好了，感觉。你坐这边吧，这风迎着吹，你这头发还能往后走，要不挡脸了。谢谢你哟。哎，你看这么一吹，头发就能飘起来了。哎，这有一个卡，婚后坦白局。OK。如果我提离婚，你会挽留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段婚姻，如果真的走到有一方要提出离婚了，那一定就是不爱了吧，或者是让对方感觉到很累了，那这种挽留有什么意义呢？你呢？那我一定会呀，我肯定得会呀。如果我提的话，他不会，他是因为爱我；那他提的话，我一定会，也是因为爱他呀。这怎么能问这种问题呢？呸！呸！婚姻比你想象中好的地方是什么？困难的地方又是什么？我觉得婚姻给我带来的。这不是说好听的，都是好的，没有困难的，我还挺享受婚姻的。对，我们俩有聊过，前一段时间就有聊过，就是在衡量家庭和工作之间的一个困难。对，就是说你可以出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但是是不是等孩子稍微再大一点啊，或者什么，或者现在也可以，就完全是取决于你现在此刻你的心怎么想。所以我一下就觉得说，我就明朗了。太好了，棒棒。我突然想到前天吧，
前天有一件事儿就超级好笑，因为我不是不太舒服嘛，我就躺在那儿，然后他就帮我递拖鞋，紧接着我闺女就给我拿水拿水果，然后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懒妈能养出个勤快孩子，我就属于是那种比较懒的媳妇儿和懒妈，所以我有勤快孩子和勤快老公，所以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是任性，反正他就是可以让我非常的懒。一方面是这样，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就得互补，对方多一点什么好的滋养你，然后对方少一点什么，那你去互补他，我觉得这个才是婚姻吧。好的，你想不想当一辈子勤快老公？那太想了，我当几辈子，想当几辈子，对。我觉得很少有夫妻会真的坐在那里聊全过程的这种观念啊、回忆啊，一个一个这样是像答题那样子，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会让彼此更加去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爱对方。他回答的每一个答案都是我心目中觉得他应该是这么想的，都挺同频的。可以让我们每一次更加确定自己的心意，然后不要让对方猜自己是怎么样，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所以我认为很有必要。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现实，对我们未婚的情侣来说很有指导意义。回家吧，走走走。大家有想要吃什么零食吗？待会儿我给你往后传过来。有青柠片。你要东闸楼啊？啊，对呀，这是什么啊？爱心便当。要送到岛上。水瓶啊。番茄。我也可以。我来一片，谢谢。原味儿。先一会儿。Sleep。后面有只小老鼠。Mario， 大老鼠。这个声音。大老鼠。我们到啦，下车了，小伙伴。OK。哎。所以我们要先回房间吧。好，我们大家回房间放个东西，然后就去上楼吃饭。5楼。哦，5楼吃是吧？好的，好的。好的。一打开门就看到你。对，我看到了羊肉串，然后我就坐在这里。我想说，哇，我要坐在他的面前。哇。弟弟有你最爱的羊肉串。不能坐在羊肉串的旁边。没有，我已经把羊肉串的位置挑走了。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得多。你再过去，我们陪你做吗？好。那我岂不是又离羊肉串远了？危险发言啊！没有人会剪我这趴的，因为并不搞笑。结果当时我也不搞笑。坐中间比羊肉串近点。行。你肯定没有以为就是会能听见，因为你小声说的嘛。其实也没那啥，没那么响。对，我们在沉浸在自己的对话当中。的确，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冷掉了吗？全部都冷掉了。但是是好吃的。那就烤一下，是不是？好呀。那跟你一起去。烤一下，烤一下，烤一下。咋弄呀？你看，就像这样摆，放锅的外面。孜然油，
哎，还有料汁呢，贼专业。嗯，你让我体验一下。嘿嘿，来呗。这快好了吗？已经好了。已经好啦，给他们吃一口再说。他肯定很饿。哇！放这个。都行，好的啊。快，对你先吃一点。这是羊肉还是？羊肉，那个腊肉可以吃。就反正一点不辣。先吃啊，姐弟弟，你们先吃点。谢谢弟弟。没有，辛苦大家。赶紧把那个面吃了，因为我怕它坨掉。豆皮儿的。你给我尝一口。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螺的味道为什么那么怪？调料味太重。嗯，是。你讲的我好好奇，本来不想吃，你说一说怪了之后，你也是那种喜欢奇怪东西的人。喜欢。有时候路上会有一个动物的尸体什么的，好像快要那种爆炸，你知道吗？就是内脏腐烂就不是会有爆炸，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它等它爆炸。你很变态啊！他刚才说的这个啊，那感觉，哼，你很变态呀！我很喜欢。第2次当导游，对，第2次当导游，感觉上任了吗？感觉上任了。感觉怎么样？感觉，其实跟第1次不一样吧？非常不一样。然后现在其实很可以正常的，不是正常的，就是自如的去说一些流程情节，包括自如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不觉得会做这个事情很尴尬，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我在思虑过重。一开始我真的会考虑很多，其实听到一句话我要处理，这个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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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脑子里还是很多方案。对，想这个方案引导可能搞笑一点，但是有点二。这个方案，有点无聊，会不会就冷场了？然后这个方案，哎呀，这咋说呀？对，就这样乱七八糟，我总在想。那你思维挺快的，能想那么多。你好适合开个4A 公司啊，很多方案。有时候看我们看着他，以为他在顿，他只是脑子在过 ABCDEFG。没有，已经到 W 了。这一段时间其实很让我成长，包括一切。然后之后还有2天的旅程，然后就让我们好好的过下去。可以，棒，满意。你说呗。我说呀。值日生的感受，或者这么多录完的感受。我感觉我只是第1次就是作为导游，因为第1次都以他为主。我想让他自己去面对，独自去跟大家接触嘛，就录音，我想听你的感受。我啊，我自己啊，不是什么以我为重心或者中心而存在的，对，我想听你的感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其实特别能获得能量、爱情的能量的一个地方，因为这趟旅程就是真的看到很多正向的，很多年还是依然有激情、有温馨，然后还有心跳的一瞬间，我会觉得未来我们也是真的有望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也证明真的有爱情的存在。如果你有这个幸运的话，你就可以遇到、等到。我想分享刚才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莎莎刚没讲几句的时候，夏要跟她说：“你讲你的，我想听你的感受。”哇 ，man 的不行，很像个男人，非常男人。
因为你刚才是非常尊重他的感受，你不希望他永远是放在你的身上，因为让金莎作为金莎的语言去说他的事情，你刚才在提醒他，那一瞬间，我觉得胜过你刚才所谓的高光，是真的，这才是你们生活中的相处。所以很多人看到说是一直在莎莎带你，是因为你之前属于茫然的紧张中，但刚才那一瞬间我知道了，你们年龄差根本不存在，你们的思维是同维度。甚至你在照顾他，只是因为太紧张。但是当你自我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希望莎莎做她自己，对，不用是来照顾你，而是你男人一样去照顾一个女人那样去照顾她的。所以刚才那一句，哇，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太棒了，潇潇，今天第2个高光，真的终于知道，其实你真的有在做男人一样在承载他。毕业了，真的很开心。那个潇潇有这么大的转变，但我觉得也有一个遗憾。还有2天录制完成了，然后紧接着，你这个杂念带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你可以更早的把这个杂念消除，然后一直用刚才的这个状态去陪着他来这次旅行。对，人生都是成长，交给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是结束，但是对你的人生，很多人的认识你只是个开始。你有大把的时间让大家去了解真正的潇潇是什么样的。这是哥哥姐姐对你的祝福，真的，所以特别替你开心。但是你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一份我们对你的期待，然后往后走，就不能再往回倒了，不能让我们失望，好不好？以后关注你的作品。是的，加油哦，突破自己。你对自己满意吗？你这个问题我也会有点愣。满意啊，对呀。我对你满意。对呀，你对自己也要满意啊。我对你也满意。第2天是莎莎跟潇潇当值日生，我觉得他们俩是那种甜甜的爱情嘛，所以他们也带着我们有那种初恋感。大家选一个滤镜，然后我帮大家拍一下。来，我们俩应该拍那种。拉成一个心形的样子，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影子。来 ，OK 了吗？在那玩的时候，觉得有种回到自己很年轻、很勇的时候。啊！我的妈呀！哎呦！不管今年多少岁，今天18岁，耶！好。哦，要结账。好，非常感谢你在咱们三亚龙湾星光华酒店用餐，祝你安晚安。好，拜拜。是我吗？各位秀学团成员，大家好。我们家庭成长的第13课叫约会的约。在正式毕业之前，你们将有1天自由时间，2个人一起为自己创造一个惊喜约会吧。所以明天大家要创造一个惊喜约会。各位秀学团成员，大家好。在正式毕业之前，你们将有1天自由时间，2个人一起为自己创造一个惊喜约会。这东西如果我来营造，把它电影化的话，1天就是一生。我想有个浪漫的男主和女主的感觉。这个约会是我们结婚之前的约定。想要给他过一个 Mario 的节。明天约会带他回学校。你真是个疯子，太疯狂了。走。头顶。他知道我很喜欢这种浪漫的感觉。今天让我好像是有点回到过去，感觉就回到刚刚在一起的感觉。好喜欢大海啊，老公。我也是 ，It's pretty chill。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带他去一个我们认识的地方。突然间有了我自己的时光，有了我们俩的时光，太美好了。咱俩今天就是主打一个陪伴，这个粉粉的。喂，那个事情办好了吗？喂，听得到吗？帮你摘颗椰子。哎，
你别，很疼的，红了，哎呀，磨破了，哎呀，这你看你这逞能，哎呀，以后打死不让你上去了。很矫情，说走就走，有点冲动。是的，就非常焦虑，就特别不爽。其实挺难的。哦，下雨了，好大雨啊！有点冷，好冷，整个人都湿透了，很狼狈。我觉得确实没做好。拍婚纱照，攞住先啊嘛，哇！挡一下，先挡一下。Oh my god！ 裙摆泡到那个水里，等一下，不然我还有个头。我是很生气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1、2、3，按。哦。突然间被击中了，我也会去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照顾我那么好，你还是在我眼中是最美的。完了。你会陪我担风雨，我也会陪你看风景。亲爱的，我爱你。然后在你老的只剩下我的時候，和你一起去開始我們的愛情。當下的感動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俾晒一生中從來冇俾過任何人嘅包容、耐性同埋專一俾你。I love you. Love you too. 瞬间，我觉得我真的回到了在校园。我这还有一封我妈妈写给你的信，亲爱的莎莎。这封信觉得很特别。我也想邀请你当我的家人。今天我们进行了家庭成长课的第12课《爱的坦白局》，完成了一场深度对谈。周一围对朱丹说：“你很愿意尊重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则。”他用“莫名其妙”这个词，意味着他对这些规则是不认同的。我们很多人在对方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可能会批评、贬低对方。可是周一围呢，他对朱丹是整个打包的爱。既然我打包爱了你，我就是爱你整个的人，所以你的快乐、你的害怕，我都在乎。我害怕那么重要吗？很重要。所以他们的爱让我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诗：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想尽办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千羽和博雄在讨论如果没有了对方，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讨论得很认真，也很务实。可以啊，没有你我也会活下去，但是会没那么快乐吧，我觉得。他们知道找到彼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建立这样的亲密关系会很难。在我看来，他们2个人是有能力爱自己，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深彼此相爱的人。关于出轨，千羽的回答可以说是很高情商的。在谈一个负面问题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指出对方的积极品质。微微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这种优点的强化会让博雄变得更加的珍视感情。我要用盡我嘅全力去維護我哋呢一個關係，同埋我哋將會成立嘅呢一頭家。可以說千羽的表達方式帶來了很好的效果。當千羽這樣理解的時候，他也會更好的去呵護建設兩人之間的關係，降低對方變心的風險。小馬談到結婚給他帶來2個意想不到的好處。第一個是穩定性，就等於我是個船，不是一個自己在那裡飄了。婚姻是一個安全基地。小馬在外面追求成功的時候，會承受很多壓力，但是回到這個安全基地，他就可以充電，去得到情感的支持理解，重新充滿熱情地回到自己的工作領域。小馬提到第2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是父母。第2個是你爸媽。因為我爸爸早離開我嘛。與小明父親的相處，彌補了他原來生活中的一些遺憾。當我們可以和對方的家人相處很好的時候，也會讓婚姻更加幸福。也很
燕玲和佳妮他们在婚姻中期待得到的是相似的。燕玲希望得到的是对方的认可，得到自我价值感。我还挺享受婚姻的。而佳妮希望得到的是安全感。我有了300%、500%的安全感吧。他们在婚姻中是非常积极取向的，都更多看到对方身上好的那一面和两人关系中间快乐的那一面。莎莎和潇潇聊到了财产。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参与互动，开启夫妻休学之旅。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